暗卫营的阅历太少，我在外面找了个活干，给一位贵人解毒。解着解着我揣宰了，还听到贵人的属下说要把我宰了。我连滚带爬逃到王府，却发现主子就是那位贵人。完蛋了，被他认出那更是生不如死了，只好抱着肚子直接死遁了，却被他捏住后颈。17，带着我的孩子，想跑哪去？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眼上蒙了一块黑布，来接我的人把我牵上马车，马车兜兜转转，暗卫敏锐的嗅觉让我知道，这次又是不同的地方。那位贵人身份特殊，每次找我解毒都会换地方。我被人牵着往里走，越走越感觉今天这个地方既熟悉又陌生。难道之前在这里有过一次？还没等我想明白，门开了，我被人一把扯了进去。那人身体滚烫，炙热的温度像是要把我烫伤，他急不可耐地吻我的唇，扒了我的衣服。我顺从地回应他，然后被他一把抱上他，他唇贴在我的脖颈处撕咬，我搭在他的肩膀处喘息。他身上总是有着一股名贵的香味儿。轻些，他一口堵住了我的唇。这位贵人中了情蛊，每月15发作一次。他们要找个身世清白的男子。贵人好龙阳，为攒老婆本，我咬牙接了这个差事，以为是要我出力，没想到是要我躺好。本想掉头就走，看到银子，又咬咬牙留了下来。一次50两，抵我在暗卫营1年的银子。解了一夜，天将蒙蒙亮，他才放过我。我软着腿起身，腰酸得简直站不起来。清洗过后，换上衣服，就被人蒙着眼带上马车。我知道规矩，贵人身份不菲，我不看不问，唯恐惹来杀身之祸。其实第一次之后我就不想来了，但是来接我的人武功比我高得多，刀也锃亮，我怕我一开口，头就掉了下来。我已在马车里昏昏欲睡，50两的银锭在手心沉甸甸的，我却想让这位贵人早些断掉这个交易。身心俱疲，回到暗卫营，我倒在铺上倒头就睡，刚闭上眼睛就被首领晃醒了。11今日有事，他喊你去替他当值。啊！我迷迷糊糊坐起来，突然牵连到后面，疼的一缩。刚想拒绝，想到上次出去赚银子是11帮我值的业。我收拾了一下，换上暗卫服，猫着身子趴在了房梁上。11比我武功高，大多数在主子面前当值。今日主子在寝殿睡觉，我趴在房梁上，困得睁不开眼，不知何时睡着了。一翻身，竟从房梁上摔了下来。我身体瞬间翻转，如猫一般，稳稳地落在了地上。心虚地抬头，主子坐在床榻上，衣服大敞着，白皙的胸膛上还有痕迹。意识到看到了什么后，我猛地跪在了地上，低下了头。你是第一个敢在我房梁上睡觉的。他慢悠悠开口。我心中一凉，完蛋了。同僚都说主子楚昭林是出了名的阴质王爷，手段狠辣，睚眦必报。我当值时睡觉，这次恐怕要没命了。你不是11，抬起头来。他沉声道。我缓缓地抬起头，就看到他胸膛上有个牙印，没记错的话，昨天的贵人把我翻了个面，让我在上面，我耐不住时咬了他的胸膛，好像也是左胸。主子眯着眼看了我半晌，突然道，眼睛挺好看，面巾摘下来我看看。我忙不迭地把面巾摘了下来，他却蹙起眉来，本王是不是在哪见过你？这什么情况？主子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都说主子好男风，外出当值的同僚说看到主子的侍卫领着一个蒙眼的男人进来，他就被轰了出去。可能是属下在外面当值的时候，主子见过。主子朝我勾了勾手，我连忙西行过去，他掰着我的下巴，仔细看我的脸。我大气不敢喘，突然一股熟悉的香味飘了过来，我心头猛地一跳。主子怎么跟贵人用的香料一模一样？这件事我百思不得其解。回去暗卫营吃饭的时候，刚夹起一块鱼肉，就呕了一声。一时间，桌上的同僚几十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。首领白了我一眼，你就是个贱皮子，吃不得好的。他把鱼端走后，扔给我一碟蒜蓉青菜，我吃了几口，舒服了。他坐我旁边问，小17，怎么回事？最近肠胃出毛病了，要不找个大夫给你瞧瞧？
我揉了揉肚子，不用看，可能是吃太急了。暗卫身份特殊，若是想要看病，需要层层上报，到时候主子也会知道我的身体状况。没有来的，我不太想让主子知道，害怕那双眼睛再次看向我。要不是今天有人找主子，恐怕他不会轻易放过我。我夹着青菜奄奄地吃着，只求他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隔日，我放在外面的人急匆匆地来找我，说那位贵人要见我。我调了班，趁着深夜跑了出去，刚拐进巷子，就看到门口停着一辆华丽的马车，2个武功高强的人站在旁边，一左一右，揣着大刀。我心口凉飕飕的，连忙露出谄媚的笑：“2位大人，贵人找小的何事啊？昨日余毒没散清，你跟我们再走一趟。”其中一人冷漠道：“我有些犹豫，我今日身子有些不适，你们能不能换个人？这50两我不要了。”他俩冷冷地看着我，突然刀动了，在我脸上反射了冷光。我心中一惊，等等，我去！我麻溜地钻进马车，马车上有很多各种颜色的蒙眼袋子，我随便拿了根往眼上一蒙，肠子都悔青了，早知道就不接这个差事了，都怪自己贪嘴。首领说暗卫过了26就可以讨老婆，我喜欢男的，但讨个男老婆也不能让他受委屈啊。所以我打算在今年就开始攒我的老婆本，攒个6年，等我26就能给男老婆买个院子。谁知鬼使神差的，竟然接了个这样的活。现在我只想尽早结束这个交易。我照旧蒙着眼睛跟着人进去，推开门后，里面没什么声音。我微微蹙眉，什么都看不见，让我恐慌。我刚要说话，熟悉的香味就飘了过来，一瞬间我的心安定下来。贵人今日好像没有那么急躁，他揉着我的下唇，轻轻吻了上来，手捏着我的耳垂，我的腰一瞬间就软了，胸膛贴着胸膛，他的身体也没昨天的烫，大概是只剩余毒未清，毒性没那么大了。他将我抱到床榻上，颠簸中眼上的带子松了，屋子里烛光昏暗，我泪水朦胧，看不清他的脸。又是天降明时才被他松开，我捂着眼上的带子，软着腿下了床，在屋里的温泉里洗漱。今日是9楼，房间很大，里面还有浴室。贵人坐在床边，好像在看我。眼上的带子滑落，我猛地闭上眼睛，在水里摸索，捡起绑到了眼睛上。床上的人动了，他从床榻上下来，朝我走了过来。我的心凉了，哑着嗓音道：“大人，我什么也没看见。”他下了水，慢慢站在了我的身后，紧接着腰上抵了一个东西，硌得难受。松了口气的同时，我浑身发烫。他勾着我绑在眼上的带子，在我耳边阴哑道：“再来一次。”温泉中没地方借力，我只能攀在他的肩膀上，直至累昏过去。迷迷糊糊中，感觉他抱着我清洗，然后把我抱到了床榻上，甚至摘了我眼上的带子。我强撑着睁开眼，想说些什么，却根本没看清他的模样，就昏睡过去。本来是打算睡完就走的，没成想一觉睡到了傍晚。床上早就没人了，我战战兢兢地推开门，就看到那2个带我来的侍卫转头看向我。我紧赶慢赶去暗卫营，刚进去就看到首领一脸严肃地看着我，我顿时头皮发麻。他说：“17，主子要见你。”我提心吊胆地推开门，就看到主子坐在书案前看书，刚要飞上房梁，就听到他道：“17，过来研墨。”啊，这不是丫鬟们的活吗？什么时候轮到我这么个暗卫了？但主子的话就是圣旨，我听话的走了过去。主子一把挑起了我的面巾，把它拽了下来。我瞪圆了眼睛看他，他笑了笑，猫一样，以后近身伺候，别戴面罩了。我赶紧称是，规规矩矩的给他研墨。但这活真困，我还不敢打哈欠，只能多眨眨眼，把泪花眨掉。主子的比一顿：“你困了，去躺榻上休息吧。”我傻了，猛地跪在了地上，17不敢。主子笑了：“本王的话你也不听了。”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17遵命。我一点一点挪到了床榻上，犹豫了下，开始脱衣服。脱衣服干嘛？主子不知何时到了我的身后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我的脖颈，我耳朵瞬间红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怕弄脏了主子的床榻。
你少弄脏了。主子笑了一下，带笑的桃花眼把我看愣了，也没听清他说了什么话。主子长得可真好看啊，要是能做我的老婆就好了。他把我拉起来，揉了揉我的脸颊，17，你呆呆的，很可爱。他吻了吻我的唇角，把我拉到床边坐下，推倒后搂住了我的腰。我浑身一僵，尽量让自己放松。我就是王府的一个物件，不管主子要拿我干嘛，我都不会反抗。可提心吊胆等了好久，都不见他下一步动作，我慢慢睡着了。梦里感觉有人轻轻地吻在了我的唇上，一觉睡到大清早。回暗卫营的时候，我还迷迷糊糊的，首领担忧地问我怎么样。我说主子没罚我，还让我睡到了他的床上。首领惊讶地看着我，又扫了眼我的屁股，眼神变了变，然后叹了口气道：你今晚先歇歇吧。我躺下又睡了，醒来天都黑了，疑惑地直挠头。我可是暗卫营大名鼎鼎的夜猫子，什么时候瞌睡这么多了？首领把我的排班取消了，一到夜里就让我在主子房间里候着。我站在房间里，盯着主子的晚膳，直流口水。最近不知怎么了，特别容易饿，还闻不得荤腥，一闻就想吐。今日暗卫营的饭菜又是鱼，我一口没吃，还把胃里的东西吐了个干净。主子进来时，我连忙收了目光，低下了头。饿了。我摇了摇头，肚子却发出咕咕的声音。我的脸瞬间红了，头顶都冒烟，不敢看主子的眼睛。过来吧。他拉我坐下，笑得很温柔，看看想吃什么。主子好像变成了之前的主子，他好温柔。饭后我多吃了几个梅子，他盯着我瞧，喜欢？很好吃。我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。隔日主子就送我一堆梅子，我吃的时候一向跟我不对付的19道，卖屁股求荣，真给兄弟们丢脸。我还未说话，首领就扇了他一巴掌。我有点尴尬。下午11拉着我逛集市，19就是嘴欠，你别放心上，我们这座暗卫的都是主子说了算。17，我知道你心里苦。我心里苦？11怜悯地看着我，对啊，主子很难伺候吧？我看你天天都恶心的吃不下饭，人都瘦了一圈。我摇了摇头。其实我不讨厌主子。15岁的时候，我特别能吃，还没开饭，我就溜到厨房把大家的饭吃了。首领做任务回来后，大发雷霆，罚我1天不许吃饭。那天饿得前胸贴后背，当值的时候，坐在荷花池旁边，盯着里面的大肥鱼，一边馋一边哭。后面有人实在看不过去，塞给我一碟子点心，我狼吞虎咽，回头只看到一点衣角。夜里，首领黑着脸让我吃饭，我惊奇地发现大家的伙食变得又多又好，还加了鱼。原来下午我是碰到了主子。主子真好，不仅让我困的时候睡觉，还给我零食吃。我站在一块玉佩面前停住了脚。11往外拉我，你疯了？买这么贵的玉佩送给谁？你不攒你的老婆本了？我摇了摇头，握紧了手里的玉佩。不攒了，我现在跟主子夜夜同榻，主子就是我的老婆。过几日便是主子的生辰，我要把玉佩送给主子。线人传信说贵人要见我，我把11打发走后，揣上玉佩去了那处院子。之前怎样都行，现如今主子看上了我，夜夜抱我入眠，我断不能再和其他人发生关系，脏了身子，再惹主子嫌弃。今日来接我的人仍是抱着2把大刀，我顺从地坐上马车，用袋子遮住了眼睛。刚推开门，一只手就把我拽了进去，唇刚要贴上来时，我捂住了自己的嘴。他动作一顿，怎么了？声音低沉，像是用了变音丸。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大人，我不想再继续给您解毒了，求大人另选他人吧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了喜欢的人。如果主子喜欢我，我就是主子的人，我就喜欢主子。我掏出刚刚收的银锭递了过去，大人，这是今日的50两。当啷一声，玉佩从我身上掉了下来。我面上一慌，焦急地去摸，突然听到前面人弯腰捡东西的声音。我看不见，朝他伸手，大人，请将玉佩还我，这是我送给新月之人的礼物。新月之人？贵人咬牙把玉佩拍到了我的手上，气笑了。好，你好得很。既然你不愿意，那就给我滚出去。我抓紧了玉佩，
退出房间后，松了口气，在侍卫狐疑的目光下摸索着上了马车。马车兜兜转转，却不是送我回院子的路。我缓缓解开蒙眼的带子，突然听到几声暗语：“主子不喜了，没用了，杀了吧！”刀瞬间就捅了进来。我运起轻功，飞出马车，马车顿时四分五裂。这2名侍卫武功高强，一开始我还能招架，后面实在不敌，只能慌乱逃窜。小腹也坠疼，冷汗一直冒。慌乱中跑到王府的墙院，翻了进去。王府府兵极多，谅他们也不敢擅闯。我满头冷汗跑到花园，正碰上值守的首领，眼前一黑，一头栽了下去。再次醒来是在暗卫营里，首领紧紧盯着我，眉毛皱得能夹起一只苍蝇。我心虚地问：“怎么了？”首领气笑了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说什么，气急败坏地问：“你是不是偷吃了我房间里的药丸？”15岁那次，他罚我1天不吃饭，我饿狠了，各处翻东西吃，吃了他放到盒子里的药丸，就偷吃了1个。后面时不时肚子疼，偷偷找人看了看，没中毒，怕被罚，一直没敢说。我迟疑地点了点头。首领气得不行：“那是生子丹，你这嘴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？说，怀了谁的孩子？你才跟主子几天？大夫说你都怀了月余了。17，要是让主子知道了，你死1000次都不够。”我的冷汗一瞬间下来了，手慢慢地抚上了小腹。我怀孕了，怀的是那个贵人的孩子。突然一阵恶心袭来，我控制不住干呕，小腹一阵一阵抽痛，眼泪顺着脸颊流了下来。把他打掉，求求你了，把他打掉！我祈求地抓住首领的袖子。打不掉了。首领眼睛发红地看着我，男人怀子本就不易，打掉你也会死。那我就去死。我猛地冲出暗卫营，直奔主子的寝殿。死之前，我要最后看一眼主子，把玉佩送给他。17，首领目眦欲裂，给我拦住他！同僚们朝我冲来，我一个个打飞出去。许氏见我哭得太惨，背上渗出鲜血，他们都在让着我，倒在地上哎呦哎呦哀嚎。别装了，他要去送死。首领话音刚落，19拿着剑柄挡在了我的面前。我脸色惨白，声音呜咽，泪水直流，求求你了，放我过去。19眼眸微动，突然放下了手。我踉跄地跑了出去，身后他挡住了同僚，首领又给了他一巴掌。你知不知道他要去送死？19冷着脸没说话，只是沉默地帮我拦住首领。外面下了大雨，我强撑着来到主子寝殿，刚要推门进去，就看到2个熟悉的身影，我心中一惊，连忙躲了起来。这2人分明就是押送我的侍卫，他们怎么在这儿？一个念头从心底升腾起来，我不敢确定，悄悄贴在了墙角。听到其中一人道：“主子没抓到，让人给跑了。”他轻功极好，飞到了王府后院，要不要封锁王府，把人找出来？还活着。我的飞刀擦过了他的肩膀，他受了伤，跑不远的。我跌坐在地上，只觉得从头冷到了脚。那贵人就是主子，他要杀了我？那他知不知道我就是17？他摘了我遮眼的带子，还摘了我的面巾，让我帮他研墨，还让我睡在了榻上。主子早就认出了我，他不过是觉得耍我好玩。小腹传来坠痛，我摸上肚子，这是主子的孩子，我不能死。门突然被人打开，楚昭林走了出来，首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道：“17他。”楚昭林猛地抓住了他的肩膀：“17怎么了？”17还没回来。首领道。我连忙擦了擦脸，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猫着躲了起来。给本王找，一定要把楚17给本王找出来。大雨滂沱，我拖着沉重的步子找到首领，他的眼睛疼得红了。他把我偷偷送出王府，时已找了具跟我身材相似的死尸，在肩膀处划开个口子，扔到了荷花池里，等着第2天打捞出来，说我溺水而亡。我逃出王府，才发觉玉佩丢了，抱着肚子失魂落魄地想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反正也送不出去了，就是可惜了那80两，能买很多好吃的。那院子我不敢回了，贴了个胡子，把泥巴糊在身上，扮作乞丐。林雨佳受伤还怀孕，
我昏倒在了路边。再次醒来是在一个医馆里，大夫见我醒了，咂咂嘴道：幸亏是遇上我，不然你就没命了。我连忙去摸我的肚子，放心，孩子还在。我松了口气，只觉得头晕。女人怀孕还在家好好养着，你一个孕妇倒是会折腾。我连忙道谢，大夫看我可怜，又怀着孕无处可去，就把我留了下来，教我药理，让我帮他抓药。就这样过了1个半月，娴熟的帮客人抓药的时候，耳力太好，听到了他们的对话。听说了吗？王府的暗卫被煮了，全部都要处死。听说是故意放跑了一个刺客。要我说，这贵人就不应该养暗卫，好吃好喝养着，还被煮，这不是找罪受吗？咣当一声，我手中的盒子掉在了地上，药材洒了一地。你没事吧？我心脏发慌，面色青白，手控制不住的轻颤。全要处死！我着急地从药馆跑了出去。王府门口围了一大群人，我挤进去，就看到首领一行人全都跪在地上，刀就落在他们的脖子上。11、19，那天帮我逃走的同僚们都在。我朝他们走了过去，首领目眦欲裂地看着我。我把胡子拿下来，摘掉帽子，站在正中间，对上楚昭林的眼睛。主子要抓的是我，放了他们吧。刚说完这句话，我就一头栽了下去。失去意识前是楚昭林慌乱的眼睛。主子在担心我吗？再次醒来，我躺在主子寝殿的床上，一动，手腕上的铁链就哗啦啦响。床边，楚昭林眼睛紧紧盯着我。我猛地起身，抱着肚子缩到墙角。楚昭林一愣：你怕我？不怕。我强忍住发抖的身子，问道：首领他们呢？楚昭林蹙眉看着我惨白的脸，在大牢里关着。暗卫第一准则就是对主子绝对忠诚。他们瞒着主子，偷偷把我放了，就是背叛了主子。背主的人就是要死的。我后悔把他们牵扯进来了。我跪在床上，给楚昭林磕头，每磕一下，铁链哗哗响。求求主子放了他们吧，说我逼迫他们这么做的。如果主子想杀人，就把我杀了，放过他们吧。楚昭林掐住了我的下颌，眼睛猩红：你都快瘦成什么样子了，你还关心他们的死活？我喉结艰难地滚动，双手无力地抓住了楚昭林的袖子。主子。楚昭林抖着手把我松开，我趴在床榻上干呕，脑袋发晕，最近孕吐严重，全靠汤药吊着。楚昭林紧张地握着我的肩膀：没事吧？快传府医。我推开他，爬到墙角。我不看大夫，要是王爷知道我怀了他的孩子，那孩子会不会也要死了？想到孩子保不住，我的泪瞬间就流了下来，心脏像是被人紧紧攥着，疼得发抖。不看大夫，我立马找人把他们都杀了。楚11砍头，楚19五马分尸，你们的首领凌迟处死。我脸一白，猛地抬头看向楚昭林，泪水从眼尾滑落，眼眸中全是害怕。我看，主子，别杀他们，我看。楚昭林抱着我，府医把手搭在了我的手腕上，越摸神色越怪异。楚昭林紧张地问：她怎么了？回王爷，她怀孕了。我心死般闭上了眼睛。怀孕了？我感到一道强烈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脸上。楚昭林攥紧了我的手腕。他一个男子怎么会怀孕？这府医也说不明白。多久了？回王爷，将近3个月了。楚昭林猛地抓住我：你怀的是我的孩子。我攥紧了手，事到如今，怎样都是死，还是别给孩子安其他爹了。我白着脸点了点头。楚昭林眼里迸发出喜悦：我有孩子了。他吻了下我的脸：17，我们竟然会有孩子。我呆愣愣地看着他：主子不生气吗？主子还很惊喜。他催促着府医给我开补药，说我太瘦了，要好好补补。我慢慢摸上小腹，在心里恭喜我的宝宝。主子喜欢他，那可能等我把他生下来才会刺死我了。但对不起了宝宝，在此之前，我可能要利用一下你了，救一下你的叔叔伯伯们。我非要见首领和11他们，主子不同意，我就闹绝食。即使再香，饿得头晕眼花，口水疯狂分泌，我也不会吃一口。楚昭林的脸色越来越沉。绝食的第3天，我已经爬不起来床了，
楚昭林气得把筷子摔了。楚17，没有人敢忤逆本王，你是第一个。我捂着肚子，冷汗一层一层往外冒。月份增加之后，我如厕的次数增加了。今日还未净手，但我没力气了。楚昭林走了过来，见我一头汗，脸色紧张地凑了过来问：你怎么了？我咬了咬唇，腿相互蹭了蹭，红着脸看向主子，我想净手，羞耻让我抬不起头。楚昭林愣了下，气笑了：楚17，你不是挺有能耐吗？这个时候别求本王啊！我急得快哭了，抓住了被褥，要是再不去，会脏了主子的床榻。我轻轻扯了下主子的袖子：主子，求您了，我没力气了。楚昭林咬紧了后槽牙，一把将我抱了起来，把我放下后还要解我的裤子。我一把捂上，我自己会脱。不行，本王就喜欢帮人帮到底。他帮我退了裤子后还要把着。我红了耳朵，侧过了头：主子别碰，脏。不脏。楚昭林贴着我的后腰，手环着我的小腹，温热的气息喷洒在脖颈，本王又不是没碰过。楚昭林把我的衣服穿好，环抱住了我，叹了口气：你想去见他们，可以，吃饱了再去。我狼吞虎咽的吃完，就来到了地牢，里面的同僚一起看了过来，眼里全是担忧，却在看到我身后的楚昭林时，一个个全跪在了地上：王爷。我看到他们的衣服被鲜血浸湿，血腥味翻涌，简直让我站不住脚。我转身，扑通一声跪在楚昭林的面前，给他重重的磕头：王爷，求您放过他们吧。头狠狠地撞在了石板上，小石子划破额头，渗出鲜血。楚昭林猛地抓住了我的胳膊，把我往上拽：楚17，起来，别磕了，你怎么这么轴呢？他把我抱在怀里，查看我的额头，眼睛气得通红。放了，把他们全给本王放了。我松了口气，看着他们一个个被放了出来，首领愧疚，11担忧，19沉沉地看着我，抿着唇。我朝他们勾唇一笑，不管怎样，大家都活着就好。从地牢里出来，我就被楚昭林绑到了床榻上。为了让主子的宝宝健健康康，我按时吃饭喝药，知道主子想要这个孩子，就使劲吃，回来把他养得胖胖的，剖腹渠子出来也能健健康康的。楚昭林每天夜里都会睡在我的旁边，手搭在我的小腹上，我乖顺着任他摸，他很重视他的第一个孩子吧。每次我看到楚昭林，不舍的情绪就会把我淹没，我把自己埋在被子里，眼睛酸涩，一直对自己说：楚17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首领他们都没死，主子还要你肚子里的孩子，你做的事都已经够你死1000次了，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？可我还是会偷偷哭，我仍然不满足。我想活，想要主子喜欢我，可我知道这不可能，就只能拼命的吃东西，吃了吐，吐了吃。楚昭林也不忙了，他把锁着我手腕的铁链解开，红着眼睛紧紧抱住我：17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生病了？我不该拴着你，我们出去逛逛吧。好，出去逛，吃更多好吃的，吃那些宝宝没尝过，我也没尝过的东西。中秋节，我跟11偷跑出去过，无火灯看的时候很是震撼。如今我坐在最好的位置，火灯在楼下如游龙一般，孩童尖叫，我却找不到当时的那种心情。我的手慢慢摸上肚子，宝宝看得开心就行。以往中秋节，首领会给暗卫营的每个人发一个月饼，大家围在一起，边吃边喝酒。王爷寝殿的桌子上堆着高高的月饼，每一个都是我没见过的花纹。我拿着掰开，开始吃，吃了一个又一个，好似吃不够。楚昭林回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幕，他一把将月饼扔了，声音都在发颤：17，别吃了。我呆呆看着空空的手心，眼前一阵一阵发黑，一头栽了下去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躺在床上，主子坐在床边，同僚们全都跪在地上。宝宝已经5个月了，肚子已经显怀了，可不知为何，我手和腿都瘦得有点脱相。不管了，只要宝宝健康就好了。反正是剖腹取子，我不过是个温养宝宝的容器。溥仪颤颤巍巍跪在地上：王爷，孩子太大了，生产时要吃很多苦。我转了转眼珠，看向他们：把我杀了再剖腹也是可以的。
王爷猩红着眼，闭嘴。我张了张口，没再说话。王爷，公子是15岁的时候吃的生子丹，这些年生子丹在体内发挥作用，公子体内已经长出了产道，孩子不大的话是可以顺产的。顺产有风险吗？楚昭林问。有，比女子生子风险高一些。我愣愣地看着溥仪，耳朵嗡鸣。他在说什么？我可以顺产，可我顺产完也是要死的，不用那么麻烦。我道，袍服裙子就好了。我话刚落，跪在地上的同僚齐刷刷地看向我。楚昭林猛地抱住了我，在我耳边颤声道：“17，我不会跑你的腹的，你别想太多。”从那天之后，吃的饭，楚昭林严格把控，多吃一口都不行。梦里，我蒙着眼睛被楚昭林一把拽进房间，他亲吻我的唇，撕扯我的衣服。在我意乱情迷的时候，突然一把掐住我的喉咙，咬牙切齿道：“17，你好大的胆子，竟然敢骗本王！”我猛地睁开眼，剧烈喘息着，冷汗直流。楚昭林把我抱入怀中：“17，怎么了？”我却怕得浑身发抖。其实我胆子挺小，还挺怕死的。我也很贪心，想看看宝宝长什么样子。楚昭林安抚地吻我的脸：“做噩梦了，别怕，17，别怕。”我愣愣地看着他：“主子，为什么亲我？还能为什么？喜欢你啊。”他摸了摸我的脸：“17，快点好起来吧。主子喜欢我，我不信。可他最近一直在我耳边说这样的话。我想，他是想要让我好好把宝宝生下来吧。可是他不哄我，我也会好好吃饭，好好睡觉的。我也很喜欢这个宝宝。”我闭上眼睛，强迫自己睡觉，迷迷糊糊中听到外面混乱的脚步声。快来人啊！抓刺客！门被人一脚踹开，我猛地惊醒。楚昭林睁开了眼睛，一把将我护在了怀里。房间里一瞬间涌出一群黑衣蒙面人。楚昭林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楚昭林把我护在身后，眼神凌厉地看着他们，抽出了长剑。刀光剑影中，我紧紧护着肚子，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。突然冷光一闪，大刀朝我砍来。17！楚昭林猛地扑到我的身上，肩膀处挨上刀刃，他闷哼一声，鲜血染湿了衣服。刺客被人押走，我抱着他，浑身发抖，腰侧有什么东西硌得我生疼。我低头去看，玉佩上沾染了鲜血。我猛地瞪大了眼睛，这不是我丢的那块玉佩吗？怎么会挂在主子的身上？我捧起那块玉佩，擦上面的血迹，心轻轻动了一下，泪水决堤。楚昭林心疼地擦我的泪水：“17，别哭。”眼前的迷雾像是被人慢慢拨开，心脏在胸腔剧烈跳动。王爷说了很多次喜欢我，我怎么就是不明白？他位高权重，想要给他生孩子的人比蚂蚁还多，能把京城湖填满，可他却这么重视这个孩子，还夜夜让我睡在他的寝殿，更是对我无微不至，甚至还为我挡了刀。主子喜欢我是真的。我猛地抱住楚昭林，泪水打湿了他的衣服，哭得呜咽：“快来人啊！主子受伤了！”我浑身颤抖。我其实一直害怕。我闭上眼睛，捂住耳朵，不听不看，就是怕听到楚昭林说不喜欢我的话，说养着我只是为了孩子。我其实早就喜欢主子，喜欢到无法自拔了。生产那天，楚昭林在门外走来走去，急得快要发了疯。我躺在床上，跟着产婆的吩咐用力：“王妃，来，吸气，呼气。我们再试一次。”门突然被人推开，楚昭林着急地走了进来，府里的老人抓着他的袖子：“王爷，万万不可啊！王爷，这里面全是血，恐会脏了您的。”他一脚将人踹翻：“滚！”他撑着我的身体，拿着毛巾给我擦汗。“17，是不是很疼？”我摇摇头，握紧了他的手。房间里传来嘹亮的哭声：“生了，生了！”产婆们跪在地上：“恭喜王爷，恭喜王妃，是个小公子。”我软软地躺在楚昭林的怀里，他吻了吻我的耳朵尖，在我耳边道：“17好厉害，给本王生了个儿子。”我闭上了眼睛，恍惚中感觉自己又蒙着眼睛为贵人解毒。
他解开我蒙在眼上的带子道：“17，我喜欢你。”番外，暗卫营，刀剑咣当扔在地上，首领一把拽下面巾，蹙眉道：“是谁刚刚砍了王爷一刀？”19慢慢走了出来，站到了他的面前。首领伸出手指点他的头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是想死吗？主子不是说了，让我们演戏，你还想去砍17？”19阴沉地抬起脸：“我没想砍17，17怀着孕还被砍，我砍他一刀怎么了？”11往后退了一步，打了个寒战：“你好吓人，你不是最讨厌17了？”19嘴唇动了动：“我没有最讨厌他，我只是看不惯他那呆呆的样子。”王爷请殿。19在房梁上当值，小床上，孩子睁开眼睛，咿呀咿呀地说着话。我在床上装睡。19小心翼翼跳了下来，轻声走到了小床旁边，缓缓地伸出一只手指，孩子一手抓住。19带着面巾的脸翘起唇角。楚昭林番外，情读解完那天夜里，有个暗卫从我房梁上翻了下来，他睡着了，这种事从未发生。今日应是11当值，可他不是11。我让他抬头，那双眼睛受惊般看得我，看得我心头一颤。猫一样，很可爱，还呆呆的。我有点好奇面巾下面的整张脸，把面巾摘了下来，白皙漂亮，五官精致。他的下半张脸很像昨天夜里的那个为我解药的人。为了验证这个猜想，我第二天让人找了他，果然是他。这小暗卫胆子也太大了些，但他的反应真的很可爱，我忍不住把他调到了跟前，让他贴身服侍。他又呆又乖，我很喜欢，总是忍不住想要逗他，也忍不住想要对他好。我喜欢上了这个游戏，再次让他解毒，我很期待，可他却说他有了喜欢的人。我很生气，还说要把玉佩送给那个喜欢的人，50两就能买他的身子。他的那块玉佩看着价值不菲，他到底什么时候喜欢上了别人？这件事让我怒火倒腾，直接让他滚了出去。也是因为这个，让我的侍卫以为我厌弃了他，竟然开始追杀他。一群蠢货！幸好他武功高强，跑到了王府后院，那里他的同僚肯定会帮他。可暗卫首领却说他没有回来。巨大的恐慌裹挟着我，我发了疯，让他们掘地3尺也要把人找出来，最后在荷花池里打捞出来一具所谓的他的尸体，脸已经泡得模糊不清，肩膀上有一块伤痕。他就这样赤裸裸地瘫在地上，侍卫跪在地上辨认那是不是他的刀伤。可我却知道那不是他，他不会死的，是他们，是暗卫营的那些人把他藏了起来。这些卑主的奴才，我恨不得杀了他们。当天夜里我就把人全都送入了大牢，可我知道一旦我把他们都杀了，17就再也不可能回来了。我开始查17的行踪，却怎么也查不到，他好像凭空消失了一样。那天他受了伤，我不愿意让他忧心，硬生生憋了1个半月，等府医推算好的差不多了，才放出消息，把那些人从大牢里弄了出来，摆在了王府门口。暗卫们情深意重，我不相信17不来，他果然来了，摘掉胡子脑子，露出了那张我日思夜想的那张脸。他好瘦，我蹙紧了眉，想知道他这3个月过得好不好，他却一头栽了下去。府医说她怀孕了，将近3个月，是我的孩子。我特别惊喜，可他却很不开心，他绝食非要见那几个暗卫营的人，我以为他喜欢的人在那些里面。深夜握紧了捡到的玉佩，极度的发狂，可他真的一口不吃，甚至连净手都没力气起来。我扶着他，看着他一场惨白的脸，心疼的不行，想见就见吧，我堂堂王爷也不是那么不能容忍。可他竟然还为他们磕头，都流血了。看在他们救了他和我孩子一命的份上，我把他们放了出来。17也安分了好多，老老实实吃药吃饭，我以为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可我错了。17不对劲，他喜欢的是我，就是因为他喜欢我，所以才这么痛苦。他觉得我留下他，就是想让他为我生这个孩子，而我会在他生完孩子之后杀了他。我一直说我喜欢他，
可他就是不信。他要怎么才能信呢？我把放到盒子里的玉佩带到了身上，让暗卫他们扮作刺客刺杀。我受了伤，17在我怀里呜呜地哭。我一遍一遍告诉他，我喜欢他。这个呆呆的小猫终于听到了心里。我紧紧地抱着他，心好，他终于信了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